朋友们，大家好！手机上换下来的这些旧电池，我们千万不要扔，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个简单的充电宝。制作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充电宝就可以了。这块板呢是从马云家买的，这也非常便宜，2块4包邮。如果不想买这个充电宝，也可以从报废的充电宝上面拆一个，也是可以使用的。今天我们就用这块电池制作一个充电宝。我们首先要把电池它的充电保护板给它拆下来，这儿是粘的绝缘胶布，我们把它撕开。撕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是它的保护板。我们看一下电池，这一端是正极，这一端是负极。我们用烙铁把这个板拆下来就行了。然后我们找2条线焊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要正极接在正极，负极接在负极。我们先在这儿上点焊锡，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焊接。红色线是正极，我们就接在电池的正极。这条白线是负极。接上去以后，我们就把它接在这个充电板上面，这儿是正极，这儿就是负极。我们把它再焊上去。焊好以后，我们就用胶水把它固定在电池上面，两边都固定一下。我们先给手机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充电。可以啊，没问题，能正常充电。如果朋友们感觉这个外观不美观的情况下，可以找一个就类似于这样的小塑料盒，把它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就看着比较美观。没有塑料盒的情况下，可以用绝缘胶带把它都缠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嫌这个容量小，我们可以找2块这样的电池，或者是3块的。电池越多，它的容量就越大。我们再试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没问题，也是可以充电的。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美的的电磁炉，它的问题是不能正常加热。然后我们通上电来看一下。开机，点上烧水，看到没有？就这样加热一下，停一下，一直这样循环，确实是有问题了。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电磁炉间歇加热就是加热不正常。我们拆开以后啊，如果发现主板上有这个可调电阻，我们第一个怀疑就是它的损坏率就是一般的就是99%都是它坏了。我以前在维修的时候也不需要用温温表测量，直接把它换了就能修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新手们或者是个人在家里边修自己的电磁炉的时候，手里边没有这样的可调电阻，实际上不用更换也能修好的。可调电阻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坏了以后啊，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阻值会变得非常大，超过它这个标注的阻值了就。原因就是它内部出现氧化才会变成这样。这是个501500欧的可调电阻，如果手里边没有这样的可调电阻，也可以用个这样的色环电阻，用个200多欧到300欧之间的色环电阻，也可以来代替它。如果色环电阻也没有，可调电阻手里边也没有，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我们可以用个1字的螺丝刀，在这儿给它多旋转几下，有些也可以解决，也能修好。就这样多旋转几下，让它内部氧化层让它给磨掉一点，然后我们再装起来测试一下，看好不好。如果还是不好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更换它了。
通上电，我们再试一下，开机还是点烧水。看到没有？现在加热已经正常了，问题很简单。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个视频，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手机会发现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像这种情况啊，我们不需要去维修店维修，自己在家里边都可以轻松解决。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解决。我们首先说一下手机它声音小，一般就是分为4种。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说起。在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开到最大了，然后这儿是听筒，我们听别人说话的声音比较小。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听筒这儿的防尘网灰尘比较多，把它给堵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一下手机底部这一块，这儿是手机的振铃，它也叫做手机的喇叭。它就是来电话以后铃声比较小，或者是我们在看视频听音乐的时候铃声比较小，声音比较小，这种情况都是这一块灰尘多给堵住了。第3种就是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别人听我们说话的声音比较小，像这种情况都是手机底部这个孔位，就是手机的送话器，就是话筒，它堵住以后，我们就会说的话往外发送的声音就会变得比较小。第4种就是我们手机在微信视频聊天或者是在录像的时候，声音变得比较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手机背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摄像头旁边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就是一个副送话器，它的作用就是在录视频的时候，或者是微信视频聊天的时候，是用的这个送话器，是通过它往外发送声音的。它这儿灰尘多，堵住以后也会出现声音变得比较小。根据手机的品牌不同，它设计的这个副送话器它的位置也不一样。像别的品牌，大部分它的副送话器孔口它的位置一般都在这个手机的顶端有个小窟窿。像这种解决方法，最好啊，我们是没事的时候啊，就经常把所有这些孔位都给它清理一下，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清理方法也比较简单，我们用个硬点的毛刷，如果没有硬点的毛刷，也可以找一个稍微硬点的这个牙刷也是可以的。我们蘸点酒精，我这个是95%的酒精，蘸点以后我们给它刷一下就可以了。最好啊是这样扣着刷，使劲多刷几下，就能把这个灰尘给它刷出来。包括这个振铃这边、送话器这边都是一样的，我们给它刷一刷就行。还有这个副送话器也是一样，刷好以后我们给它晾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方法比较简单。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9元的豆浆机，它的问题是不通电。我们先看一下，看到没有？通上电以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像这种问题，一般的都是豆浆机这个里面的主板有问题了。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主板拆出来以后，我们检查一下，看有什么元件烧坏了。这个红色线是220的电输入，这儿是一个保险丝，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已经烧坏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源板是比较简单的，这个220的电进来以后，经过一个保险管，它分成2路，一路是通过变压器变压成12伏的交流电，然后再通过4个整流二极管把它整流成12伏的直流电，然后是供给这个控制板。然后另外一路它是过来以后是经过2个继电器来控制电机，另外一个是控制它这个发热盘的。这块主板4个二极管我已经检查了，它没有坏。然后这个保险炸了，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就会分为，除非是就是电机有问题，或者是就是发热盘有问题，它才会出现炸保险。我们先给它换个保险来测试一下，如果换个保险没问题了，就证明这个修好了。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再检查一下发热盘和电机。这是一个6.3安的保险，我们找个和它大小是一样的，把它装上去。把保险换好以后，我们就给它
装起来，通上电来测试一下。看有指示灯了是吧？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干豆吧，看一下它能不能加热。这个按键好像它也坏了，按着没有反应。现在又能用了，我们选个干豆来试一下，看能不能加热。加热可以加热。刚才我在测试这个果汁档的时候，我就想测试一下电机能不能转，然后就突然一下这个里面就冒烟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机烧坏了，就是电机烧坏以后它才憋的保险。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保险又烧坏了，现在我又换上去了个新的保险。我把电机上面的线给它断开了，断开以后我们用个灯泡给它接在这个线路上面，用它来代替电机，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如果灯泡亮了，它不烧保险，就证明确实是电机的问题。还是一样，给它通上电，然后我们选择果汁档，果汁档就是可以电机直接启动。这个按键真的是非常不好用，等会儿也得换了。然后启动，看到了没？灯泡已经亮了，然后保险没有烧坏。它的问题就是电机内部出现短路了，然后给它一送电，直接就把保险给烧坏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美的的电磁炉，它的问题是不能正常加热，然后我们通上电来看一下。开机，点上烧水，看到没有？就这样加热一下，停一下，一直这样循环，确实是有问题了。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电磁炉间歇加热就是加热不正常。我们拆开以后啊，如果发现主板上有这个可调电阻，我们第一个怀疑就是它的损坏率就是一般的就是99%都是它坏了。我以前在维修的时候也不需要用温阳表测量，直接把它换了就能修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新手们或者是个人在家里边修自己的电磁炉的时候，手里边没有这样的可调电阻，实际上不用更换也能修好的。可调电阻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坏了以后啊，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阻值会变得非常大，超过它这个标注的阻值了就。原因就是它内部出现氧化才会变成这样。这是个501-500欧的可调电阻，如果手里边没有这样的可调电阻，也可以用个这样的色环电阻，用个200多欧到300欧之间的色环电阻，也可以来代替它。如果色环电阻也没有，可调电阻手里边也没有，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我们可以用个1字的螺丝刀，在这儿给它多旋转几下，有些也可以解决，也能修好。就这样多旋转几下，让它内部氧化层让它给磨掉一点，然后我们再装起来测试一下，看好不好。如果还是不好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更换它了。通上电，我们再试一下。开机还是点烧水。看到没有？现在加热已经正常了，问题很简单。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微波炉，客户说是打开以后里边就啪啪的打火，我们先看一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看到没？里边现在一直打火是吧？感觉里边打火非常严重，还挺害怕是吧？我们把这个盖打开，我们看一下它的打火位置，火焰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这个微波炉它内部你看一下啊，这个油比较多，打火位置就在这儿，你看到吗？这儿已经黑了。这是一个云母片，我们把它给拿下来，这样一抠就下来了。我们先把它内部这些油污给它处理一下，包括这个糊的地方，也用大片啊东西给它刮一下。刮好以后，我们然后再找个抹布把这个油再擦一下，给它擦干净这一块。现在已经都擦干净了。这个内部是磁控管，我看了一下，磁控管并没有烧糊。如果发现烧糊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给它清理一下。我们看一下微波炉拆来的这个小薄片，
它叫做云母片。我们看一下这儿都烧糊了，打火就是这儿打出来的火。像这种情况一般它是不会坏的，它坏的原因啊一般都是这个上面沾了油以后，它就会出现打火。现在这个油比较多，然后这儿也都烧糊了，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换个云母片。我们找一张云母片，然后给它裁一下，裁的形状大小一样就行了。我们需要用壁纸刀，或者是用剪刀都可以。剪刀我感觉有点不好裁，没有这个壁纸刀好裁。我们先把这一半多余的给裁下来，然后再裁这边。已经裁好了，大小都一样。现在我们把这个云母片给它装上去，就是一边2个卡扣，我们还是一样给它插在这个缝隙里面就行。装上去以后，我们就通上电来试一下，应该就修好了。试一下。看现在已经不打火了是吧？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加热。没问题啊，也可以正常加热。好了，朋友们，视频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个 LED 灯，这个灯是卖肉用的，它打出来的灯光效果比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灯柱啊。这个是红色的灯柱，然后这个是暖光，它是2合1的。我们给它通上电来看一下，客户说是不亮了，看确实是不亮。然后我们给它拆开来看一下，看看是灯柱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它的电源部分。我们先把这个电源和灯给它断开，给这个灯通上电。然后我们测量一下，看这个电源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就证明是这个灯珠坏了。我们来测一下，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灯珠的问题。哎，这一个是电源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啊，没有电输出，这就是电源坏了。我们把它给撕开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源板上面并没有烧糊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哪个元器件烧坏。我们给它通上电，然后用腕表测量一下，看看这个282的交流电有没有输入。没有任何反应，是吧？应该是这2条线的问题。用2极管打我们来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线断了。这一条通，然后再测这一条没有任何反应，就是这条线断了。我们测这条线，看一下啊，看到没有？现在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标笔放到这儿，就导通了，看到是吧？它的问题啊，就是这条线和这个外壳已经分开了。我们把这个给它用烙铁焊一下就好了。我们用镊子把这个给它窝过来。然后用烙铁给它焊下，然后我们再通上电，看一下是不是能亮了。好，没问题了，朋友们，已经修好了，就是线头虚了，它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客户修一台手机，我们看一下啊，他这台华为手机，它的问题啊是客户说在使用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手机这个厚度啊越来越厚。我们看一下，确实这边长了个大口子是吧？变得比以前厚了。然后前面这块没有这么厚，后边这儿都鼓起来了。像它这个问题啊，都是这个内部电池已经鼓包了。它鼓包以后，它把这个屏给顶起来了，所以说就是变得比较厚了。这儿裂了个大口子。出现这个问题啊，电池鼓包
都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啊，就是电池长时间充电引起的这种故障。看这后边也是特别大的缝隙，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给它更换块电池，这都是电池的问题。朋友们以后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手机最好啊不要长时间充电，长时间充电以后，它就会出现和它这个是一样的电池鼓爆，严重以后也会影响，就是也会出现，很有可能啊会出现电池一些爆炸什么的，有可能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去店里边，然后找螺丝刀，把这个螺丝给它拧开，打开后盖，然后看一下这个电池，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看这个电池都鼓成这样了啊，报废了。这是里面进空气了，应该是。这儿全都是电池。我要拿东西来，对吧？电池已经拆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安装新电池。现在电池已经换好了，我们看一下，厚度都一样了，是吧？然后下边这一块它也不张嘴了。好了，朋友们，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修一台电磁炉，它的问题是不通电。我把主板拆出来后，发现 IGBT 已经炸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整流桥后面，我们看一下这一块也熏黑了，它的一个引脚也炸坏了，烧没了。像这种情况，我们不需要测量保险，这保险肯定也烧坏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直接更换这几个坏的元件，换上去的话还会肯定烧坏。IGBT 它是一般不会烧坏的，既然它烧坏了，肯定有坏的元件，我们要一步步的检查。因为烧 IGBT 它的原因分很多种，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 0.3 微发的闲置电容和5微发的滤波电容，看一下它们的容量有没有下降。我们先把这个5微发的电容拆下来，我们来测一下它的容量，4.92，这个容量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再把 0.3 微发的电容拆下来，再测量一下。它的容量是302纳法，这个容量也是正常的。两个电容都没有问题，像这种情况，我们再检查一下 IGBT 控制角的这边连接的这个18伏稳压管，看它有没有问题。测量的话，把这个给它断开一个引脚再测量。这稳压管也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也没有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啊，这儿有个对管，一个 S8550，一个 S8050，这两个管我们直接给它换掉。很多原因都是炸管都是他们引起的。像我们用弯表直接给他们测量，有时候也测量不出来，它可能有时候不稳定，就会出现炸 IGBT。所以说我们把它换完以后，把这些再给它换掉，试下机，应该就没问题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电器维修的过程中，这种电路板上面的保险，它分很多种。今天我就拿这4块板子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保险它的种类以及它的型号。我们先讲一个最常用的保险，就这种玻璃管封装的，它在电信当中用的是最多的，新手应该一看就知道它是个保险。判断它的好坏，一般的从外观上就能判断出它的好坏。从玻璃管这儿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条保险丝，如果它烧断了，就证明这个坏了；如果没有烧断，就可以大概的判断为它是个好的。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保险，
它的外观和玻璃管保险它的外观是一样的，不过它采用的是陶瓷的，这种保险叫做陶瓷保险。它的规格和玻璃管是一样的，都是在这个边上有它的标注。我们看一下它的规格啊，是250伏，然后在这个里面还写的一个是6.3安，这就是它的型号。这是一块电视机的主板，我们看一下它的保险在什么位置。这个就是保险，是一个小方块型的，棕色的。这种保险可能有一些新手他们不认识，我们看一下它的型号是3.15安250伏，这就是它的规格。这种保险也不一定都是棕颜色，我们看一下还有黑颜色。这是一个豆浆机的电源板，上面是有两个保险，这一个是1.6安的，然后这一个是6.3安的。除了我刚才说的这3种保险以外，还有一种是圆柱形的保险，它用的也是这种塑料外壳。这些保险我们看一下，它坏了以后我们是不能从外观上看出来的，一般都需要用腕表来测量才能判断它的好坏。今天这个电源板上面的保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我们修一台美的的电磁炉，它的问题是加热下停一下，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现在已经停了，在这里断断续续的加热。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一台美的的电磁炉，它这个品牌有一个通病，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螺丝用的是小3角的，我们需要用个这个改锥。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锥，用个小1字的也可以把它拆下来。这是它的发热盘，我们要把发热盘也卸下来。拆下来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就是电磁炉的主板。我们看一下这块主板上面有一个可调电阻，它的型号是501，它是一个500欧的。这个可调电阻它在电磁炉当中的作用是可以调试电磁炉，就是发热盘它的功率大小的。一般它的阻值越大，它的功率就会出现越小。大部分出现间歇加热都是这个可调电阻它的阻值变得过大了，变得过大以后，超出它的阻值500欧以后，它就会出现电磁炉间歇加热，就是加热下停一下。像这种情况我们不需要用腕表测量它，因为这种故障我修的太多了。我们只要发现有这个可调电阻，我们直接把它换掉，一般的都能修好。现在我们就直接把它换掉，来测试一下，看看到底能不能修好。维修电磁炉的时候，如果发现别的品牌电磁炉上面有这种可调电阻，我们也需要重点检查一下它。这种可调电阻坏的是最多的，它坏了以后就会出现电磁炉加热不正常。好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同型号的，已经换上去了。朋友们，如果在维修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可调电阻，我们也可以找一个这样的4毫电阻来代替它。这是一个500欧的，我们可以找一个200多欧到300欧之间的4毫电阻，也可以代替它。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电磁炉装起来，来试一下，看看加热能不能正常。通上电以后，我们还是开机。好了，是吧，朋友们？现在没有发现断续加热，这个电磁炉就修好了，非常简单。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这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充电器在我们生活当中几乎就是天天需要用，是吧？它坏了以后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经常用，不可能不坏，是吧？它坏了以后，我们去找维修师傅，一般呢他们都不愿意给维修，因为这个东西买的话也特别便宜，他们维修的话也不会挣到什么钱，所以他们就是不愿意给维修的。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它坏了以后有很多故障都是小问题，我们自己动手就可以修复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它的问题是什么？通上电后，指示灯是亮的，然后这个输出没有电压。像这种情况，我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这个输出电压线的问题。如果是电压线没有问题，就是后级这一部分电路的问题。我们先用温温表来量一下，看它的输出有没有电压，在这个主板上量一下。我们先用温温表测一下这个长小管这里，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这儿有56伏是吧？然后我们再量一下这个输出这里，55.7、55.8，这儿是有电压的。我们再测一下这个插头这里，看有没有电。这儿没有任何电，我怀疑就是这条线断了。我们用温温表的复明档来量一下这条电压线，看它到底断了没有。这一条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再测另外一条。这个蓝线是正常的，然后这条红色的线没有任何反应。它的问题就是这条电压线断了。这条线我已经换成新的了，然后我们再测一下，看有没有输出电压了。现在有了是吧？55.8。问题比较简单，就是线断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